OK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弟。币常那些事啊，订阅关注人数已经破3000人了，距离100万订阅啊还差那么一点点。我第一支影片是去年6月份，没想到坚持这么久，坚持每周发一部影片，到现在1年2个月了。我一直以来啊都有看留言，不只看，我还会截图分类。这次啊就当破3000人的 Q&A， 回复过去网友问的问题。我也想评级，怎么送评？大家可以找你们当地的鉴定公司代理商，问问钱币商人有没有做这项服务。我还是建议新手首次接触送评的话，先试送1枚看看有入盒了再送，或是可以先送国内鉴定公司，像是公博鉴定、华夏鉴定，10几块钱1枚。当买个高档能密封的盒子都划算了，反正先能入盒再带着盒子去送 NGC 或 PCGS 鉴定也可以哦。当然便宜的钱币送国内的就好，光是运费成本就又上去了。关于鉴定公司的送评技巧，以后我会再做影片为各位解说。某某鉴定公司的公信力如何？大家可以去看看各大大小小的拍卖上出现的拍品，出现率的数量越多代表都是受到市场认可。这是钱币市场的商业生态，适者生存，不行的都会慢慢淡出，实力会证明的。如何养包浆清洗钱币烂底还能补救吗？要知道每一枚钱币的品相只有越弄越差，61分不会变62、63分。当然有运气好的啦，或是本来钱币就是低评低估的状况，或许会加分。但我意思是，同一枚币它身上的伤痕不会不见吧，会永远在那里。底板烂底了，也不可能某某保养品变成晶莹剔透吧。今天用洗银水洗钱币就会使钱币脱掉一层皮。有时候包浆养得太深，也会影响钻光的表现而扣分哦。我的话嘛，我会评估很多东西再做决定，就像炒菜什么时候调小火一样，我洗银水也会用啦。但会想很多，不到化疗的阶段我不会用它的。建议要先学会欣赏钱币的美，能看懂钱币状态和品相，自然而然就学会了。像是这枚钱币再深一点就到位了，这时你就会养一点点包浆上去。可以到我频道找这2支影片，了解钱币状态与品相哦。先提升自己对钱币的审美观念，最直接提升水平的方法，可以找一个有开店的币商去请教学习，这样比较快。现在行情多少虽然已经是公开透明的网络时代，但反而价格上越来越复杂了。以前是一枚普通品相的大头不管是代戳，甚至还能挑出 AU 的，都能算100块。因为现在的行情高了许多，所以行情落差就会更大，对于状态上又更加要求了。今天你买一个苹果10块钱随便买，里面有坏的也就算了，如果今天一颗苹果要价就1000块了，看你会不会拿着放大镜去挑苹果，所以会产生2个极端的价格。状态极差的肯定卖不到行情均价，状态好的呢可能卖好价或者是天价。卖币吗？没有去年有在台北开个店，为了躲小孩，不是，主要是想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做视频。后来小孩上学了，就搬到家里办公了，做币场影片然后上网帮自己培养的藏家买币。微信群嘛，我没有时间顾，就没弄了。目前币场影片只有在3个平台上传：B 站YouTube， 还有脸书粉丝专页。平台发不了图片，能私讯吗？我的微信 ID 是 SHIPA34，欢迎加我。不过回复时间不一定，请见谅，真的挺忙的，家里还要带小孩。不过大家留的言我都会看。微信上询问我真假的问题一般会跳过吧，因为我认为鉴定公司已经普及化了。如果真想知道真假可以送评国内评级公司华夏或公博评级，入了盒能长期保护钱币。钱币与官方照片对不起来。当你买一颗鉴定币时一定要有习惯去鉴定公司的官网对比钱币照片，这是很好保护自己的习惯，会使钱币产生完全不一样的颜色，是很正常的。与官方对照照片要看伤痕污垢，不要看颜色像这枚的伤痕我是无法看出来啦，不过我是从龙身上的这2块绿锈判断是同一枚币吧。
今年2月份啊 ，PCGS 有新盒子推出哦，搭配了 NFC 新蕊植入技术，有着这个金盾 WiFi 的图案，可能要先下载 PCGS 的 App， 然后手机要靠近鉴定盒，就会自动显出这枚币的资讯。不过现在没普及啦，也没屁用。不过啊，不久的将来你上拍卖公司看预展，钱币啊靠近手机就能做查询哦。上门买卖啊，手机逼一下很方便。你想知道对方口袋放什么神秘钱币呢？手机放过去，靠近它三角地带，逼一下。哇哦！不过现在其实已经很方便了，鉴定币都有2维码，一扫一下就好了。唯一差别就是将来是逼一下。怎么拆盒？这个问题很好。PCGS 盒子是最好拆的，因为它很硬很脆。像这种钳子啊，一夹然后一折就折断了。但是其他盒子呢，像 NGC 就没这么好弄了。盒子有韧性啊，建议大家一个方法万用。去五金行买一个钢夹，用来夹金属的，超好用。一刀一刀啊，顺着钱币周围夹一圈，超好用的。平时不用啊，放在老婆拿不到的地方即可。建议日更，影片太短，这一定是铁粉留的言啊。感谢，再感谢，说明你们很愿意看币场影片。我是为了保持影片质量，我花了很多时间下去。我希望币场影片是一个资料库的形式，在网络平台上，很多影片内容呢是可以重复看的。根据你看钱币的水平提升啊，回头再次观看同一支影片的理解程度会是不一样的。本来预计每周5分钟就好，但随着自己制片能力的速度也提升了，所以现在弄个影片可以8分钟以上。不过真的很花时间啊，很多影片都是前一天才上传的。如何保存钱币？我会建议用圆形的亚克力盒，然后或者是硬的这种对折的透明套，或是直接花点钱啊送国内鉴定，入了盒啊保存效果更好哦。就算留给后代子孙啊，也能放心一点，不至于被他们不懂拿出来玩吧。95 Scratch 与98 Damage 有什么不同？我感觉没什么不同，反正都是伤痕嘛。Scratch 感觉上啊，伤痕比较重一点，是一个重的刮痕，而且是比较长一点的伤痕。像其实除了 Damage 是代号98外啊 ，Chop Mark、Graffiti 涂鸦，然后 Tools、Prepared 都是代号98。影响价格的应该是伤痕的严重性、Polish Die 和清洗痕迹的差别。银元铸造啊，为了省成本，所以模具都会用到伤痕累累。为了修复模具至新的样貌，修复的过程啊，会用抛光机打磨钱币膜。这个情况下，上下模具就会产生细微的刷痕。修复好后的模具啊，再继续铸造银元。这时啊，银元上就会有一条一条的 polish die 痕迹，就是将模具抛光的痕迹。与清洗痕迹的刷痕不一样的是 ，polish die 的痕迹是凸起的，而且啊，到了模具的凹槽处就没有了。模具的凹槽处就是钱币的图文凸起来的地方，反而接近边缘的地方会有明显被抛光机损伤的痕迹。这位网友啊，能想到问这两者的差异，我认为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吧，只是提醒我补充而已，感觉是个高手问题啊。下个系列想要做什么？币常去年到今年啊，从低仿币讲到高仿币，钱币版别、货币史、拍卖会分析，我不想要再讲重复的东西啊，很多影片是可以重复观看的。接下来我会偏向比较手把手实战的方式，就是拿一枚币跟大家探讨、纠正、补充的话。少数网友啊会帮我补充一些资料，相当感谢，甚至还有主动帮我回答其他网友的问题，省了我不少时间啊。还有一位给我影片出建议，也是挺不错的。他意思是钱币介绍啊，不用一直讲这么多钱币，大家更喜欢多一些历史故事事件这样子。讲得很实在，我也做了一些改变。还有网友啊，很贴心的帮我补上影片内容的时间轴，相当的有心啊。有些讲的不对的地方也给予指教。透打方式，钱币鉴定系列5，有热心的网友指出，透打应该是上下模具冲压时，银胚没有放上成功，结果上下模具互相
撞击，导致上下模具的印子互相残留，这种叫做阴打，多数可以在开国小头上发现。我们用科学角度，用软体呈现，将头像反转，然后放在字面上，再调整透明度，发现有了鼻子的印子，鼻子还有2个相同的印子。这个情况就不是透打了，而是2个模具相撞，然后有时候银胚没有弹出来，摆放在中间的位置，没有弹出来，就上下模具就这样撞在一起。钢模跟钢模之间产生的一些伤痕，看鼻头的2个印子，证明至少有2次以上。这种情况叫阴打。透打和阴打的区别呢？透打是一种大面积的印子，阴打则是2个模具硬撞在一起留下的记号，所以相对纹路较为锐利清晰。不过也感谢留言指教确实我也完全忘记介绍阴打。透打就是正面的图案透打到背面。加油打气给予鼓励的话，做 B 场影片1年多下来常常会在想我在干嘛？有钱不去赚，然后在家做影片，平台呢支付我的钱少得可怜，往往都是这些正面的评论让我有动力做下去。我知道一定会有人需要这些影片，所以再怎么样我也要继续做下去好的，感谢，也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